各位亲爱的观众，晚上好！加密阿尔法与你不见不散。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比特币冲击历史高点后迎来短暂的回调。那这个回调是不是我们之前说的做多的机会呢？还是说这里还是新的做空机会？价格来到这里，主力又在干什么呢？比特币昨天继续突破历史新高，来到123000美元。上个视频价格在这个区间的时候，我们就简单分析过，价格在这里呢会继续进行上涨。比特币在这个区间连回调都不会有，后续的上涨只是有更多的获利了结之后才会有回调压力。后续价格呢也确实冲击到了123000，我们也看到链上主力、交易所主力的获利了结，随后呢价格迎来了较大的回调。我们回到盘面，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日线图，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在这里出现了一根长上影线的 K 线，那这里的影线非常长，是价格继续上冲到历史新高之后呢，在这里呢出现了较大的回调。那这个我们在上期影片其实也有说过，比特币这一路的上涨到这里的话都不太会有一些回调的压力。那只有到一个地方之后，受到了较大的抛压，或者是受到了较大的获利了结之后呢，才会回调。而昨天价格最高可以冲至123000多，我们可以看到链上主力开始获利了结，包括目前今天还是一个卖出的状态。所以我们回到视频开头的那个问题，现在可以做多吗？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好做多的机会。我们回顾之前的这段行情啊，之前为什么让大家在一个底部的位置是可以做多的呢？是因为这里没有获利了结。在这里的话，没有任何顶部的信号的，包括主力呢都是在这里买入，并且新高之后呢，它进行了一个区间的横盘震荡。那这个位置的话，就是在蓄力的，所以这里是可以回调做多。那不管是回调到这里也好，还是回调到那里也罢，只要不放量回踩的前提下，在这里都是可以进行做多的。但是目前的行情是上冲之后呢，相比较于这里，那这里实际上就会有FOMO的情绪嘛。上个视频价格在这里，市场是没有任何过热情况的，但是在这里呢，市场是有过热现象的。从 K 线当中的话，我们也是能够明辨出来。那上个视频在这里突破历史新高之后呢，这边有一根历史新高的 K 线，它是很难产生到 FOMO 情绪的，一般要持续的上涨才会有 FOMO 情绪。上个视频呢是突破了历史新高，在这里上涨动能减缓了，但这里呢没有产生很大的 FOMO 情绪。市场呢在这里也没有过热，并且在这里横盘再往上涨，特别昨天这里还涨成实体的时候呢，就会迎来一些FOMO的情绪。那从链上数据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散户在昨天开始入场之后呢，出现了浮亏，自然而然的就会开始扛单，在这些极限位置加仓以摊薄成本。之前有经常跟大家讲到一个散户心理，散户是很难在这一种一直涨的行情下去追高的。散户虽然大部分都有追多的心理，但比追多买入更多的是浮亏之后的加仓，也就是相较于这种直线的上涨，他更喜欢在回调之后买入，比如说斐波那契的 0.236， 比如说斐波那契的 0.5、 0.068 等等。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行情并没有在任何的颈线位置受到任何的一个支撑，包括目前这里的话也是没有受到支撑的，至少目前是这样的。而且主力呢仍然是卖出的，并且不但是链上的主力啊，交易所的主力也开始获利激增。目前的数据呢是比特币交易所的净流出，在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价格是一直上涨的，我们也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的时间全部都是在流入的，也就是说大家在交易所买币之后呢，还是准备长期持有这些比特币的，所以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净流入的情况。而昨天价格上涨至12万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流入，开始有人把比特币存入交易所卖掉，那表明了我们之前在这里分析的短期投资者部分的主力大户在这里呢并没有选择卖出，反而是在之后下跌出现回调的时候呢开始卖出了。那这种走势往往预示着一个短期的顶部，所以呢后续会来一个回调，我们把这个回调称之为健康的回调。那这是上涨之后的一个经典模式，价格上涨有了较大涨幅之后呢，有些人开始获利了结，比较弱的资金呢就会在这里选择退出，价格呢会寻找一个新的支撑点位开始反弹上涨，随后演变成反转，价格呢会继续上涨，强势资金的话会在这里一直进场，而弱势的资金呢在有了足够的利润之后呢就会退出，寻找新的支撑位。那目前我们所看到只是短期的一个局部的顶部，虽然目前看起来是健康调整，但是不建议大家过早去进行做多，因为在这里目前的顶部呢，除了有主力冲高之后的派发之外呢，还会有对应的地缘政治，也引发一定程度的避险资金的撤离。那美国最近的关税呢又进行了升级，虽然之前在这里就已经有过升级了，我们也可以体验到本次关税冲突的升级
对比特币的价格影响已经比较小了。但一些关键的关税政策对于比特币短期的价格还是会有一定影响的。但同样的，避险资金的撤离最终还是要回来的，所以呢，回调呢实际上是给大家做多的机会。但是因为截止到目前没有任何数据支撑比特币会反转，目前支持比特币上涨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就是比特币的现货 ETF。目前在高点较大的回调当中现货 ETF 也只是少量的流出。今天被来的流入量仍然是很大，3000多颗比特币仍然是逆势加仓。所以说其实目前在这里呢，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抄底的机会，但这个机会绝对不是现在，不是此时此刻。那在短线上一定要等待企稳，等到后续这个位置真正成了一个底，在没有明确的信号之前，不建议在这里抄底，特别是这一波下跌已经很多了。我们可以看到，从最高点123000跌至到目前低点，已经有6000多点了，并且后面的这个阶段呢，整体来说它是一个慢慢放量的状态。比如目前这个位置的话，还不是底，特别是目前看到这里，本次的下跌并没有使资金费率下跌，持仓的话也在上涨。说明在下跌的过程当中，仍然是有很多抄底的人。在爆仓上面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后续这里大量的爆仓，并没有使价格回补，让空头回补的动能，使比特币的价格上涨。说明有人在凭借这里空头回补的动能，将手上持有的筹码卖给了他们。如果后续这些资金想要买回的话，他不会在这里直接买。同样的，他需要多头回补的动能，才能匹配这里大量卖出的订单。而目前这里的话已经有了多头爆仓，但这些人的量是比较小的。由于这波上涨的行情比较快，大量的多头都是在这里进场的，它的防守是这个价格范围下面，但目前价格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这里受到了支撑，并没有跌破这里。后续呢是会跌破这里，然后再往上涨。以上就是我的看法。那今天还是跟大家玩一个游戏，预测一下行情走势，使用到的还是 OKX 的虚拟盘做一次合约的开仓。那我们用到的交易指标平台是我们自主设计的交易产品，里面的各项指标都有参考价值，并且它是实时性的。我们做了3期也验证了3期，完全是一致性，100%正确。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以参考，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是支撑位和阻力位。阻力位的话，目前价格是在118733。那其实在这个方向上，它还是给到了一个比较强的做多的信号，因为它还是说属 L1 嘛。L1 的话是强的做多信号 ，L2 是相较于 L1 弱一些 ，L3 的话是中立做多做空，但我们一般都建议在 L3 的位置进行观望。那它的通道是斐波那契的第5通道，我们这边也可以简单来看一下，这里的话所处的阶段，以走势来看的话，我们其实还是对它不是特别有信心了，我们觉得它可能还是要回调一阵子。那这里呢，还是不过呢。给出的强的做多信号的话是吃短期的收益了。那比如说我们在进行开仓做多的时候呢，我们目标的点位就会设置成为118733，但我们吃到的利润其实不多了，因为现在比特币的实际价格是116900。同时我也在犹豫今天的游戏到底要不要开呢？我们也知道，因为在视频当中我提到过，对于当下的行情走势的话，我们觉得它可能还是会回调一部分。然后最终呢再慢慢往上涨，那很显然它现在不是一个适合就是开仓位的点，所以我在想这个游戏是不是要进行下去呢？以目前的价格来看的话，目标点位设置在这个118733，根本没有多少的收益虽然是 OKX 虚拟盘，操作起来的话不会对你实盘的资金造成任何影响，虚拟盘所有的资金都是虚拟的嘛。不过呢，还是在想这个游戏是否要继续进行了。要不今天的游戏就算了吧。那以目前的行情来看，其实它不太适合开设仓位了。虚拟盘的话，你想玩的话也是 OK 的你完全是按照这项，就比如说这些指标可以进行操作的。那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不太看好这个行情，我们觉得它还是会有一定的回调，之后呢再是慢慢往上涨。我们回调的预设价位的话，会给大家标示114904。那这里呢，我们进行到做空，然后这里呢设置下止盈止损，止盈的价格的话，就是我们刚刚给到了大家这一个价格就是这个数额，我们点击一下复制，然后进行到一个粘贴，然后这里呢止损的价格的话就变成，因为我们短期收益了。我们只吃短期的嘛，所以我们这边的话目标点位就设置在这里，它的阻力位就变成了我们的止盈点位，那个止损点位，然后进行到粘贴，然后做空。
这里呢主仓模式，然后杠杆，然后这边的话是我们 USDT 保证金的数额，然后选择到一个做空。在视频的最后，我们再来提一下我们交易指标平台。我们在右上角的话可以看到这个经验值经验值的获取方式为签到以及观看我有感的视频。后续经验值将用来获取等值服务解锁平台的所有指标，请一定要重视经验值。同样的，我们在这里卖个关子后续经验值的可以兑换等值的秘密币。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非常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